摩克斯线上的同学，大家好。我今天要上课的课程是 DC LED 的 driver。那 DC LED driver 一般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 voltage source 是电压源，那另外一种是 current source 电流源。那这两种的驱动方式有一些不一样，我们接着会分别介绍。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电压源驱动。那这个式子是电压源它上面电压对电流的一个公式，所以很明显的它之间有一个指数的关系。那当这个电压超过到二极体导通的这个启动电流的时候，这时候呢，它这个电压一点点变化，电流会呈指数的成长。所以呢，用电压驱动的方式，必须要把这个电压源控制得非常准，要不然这个 LED 上面的电流会非常的大，容易烧掉，所以使用上基本上要比较小心。那一般为了避免把这个 LED 上面的这个 LED 晶粒烧掉，那我们通常会加现有电阻。那加了以后呢，基本上是比较不容易烧，但是呢，它效率就会变低，因为这个电阻上面会消耗功率。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电流驱动。那电流驱动它是电流对亮度是成一个正比例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用控制电流去控制它的亮度。那这时候呢，当你需要不同亮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不同电流去控制它。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LED 的电流驱动。那这个电流驱动，我们一般会产生一个定电流源的方式，然后呢去做 LED 的亮度调整。所以我们可以设计不同的定电流源，去产生不同的电流，然后去做 LED 的调光。所以这种方式就是电流调光的方式。那么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定电流的产生方式。那基本上是要靠一个 OPA， 然后结合泡沫值做产生。这个电流呢，它跟你的供给电压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你电压在变化的时候，它这个电流是不会变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图。那这个图呢，是用 NMOS 做驱动，然后上面串了 N 个这个 LED， 然后 LED 的正端接到电源端，那负端呢，它泡沫值端加了一个 RS， 这个 RS 呢是我们的感测的这个电阻 ，LED 上面的这个电流就是 Vin， 就是我们要控制这个调光的电压除上 RS。那这时候呢，因为有 OP 的这个心理阻抗的特性，所以呢，这个 Vin 它跟 Vs 是会同准位，所以我们可以靠改变 Vin 去改变 LED 上面的电流，然后进而去调整这个 LED 上面的这个亮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供给电压要多少。那基本上这个供给电压至少要满足这个式子，也就是你上面 LED 上面压降，那看你几颗 LED 乘上 N 个。然后呢 ，VDS 就是我们 Power Mode 上面要维持 Power Mode 工作的最小电压，再乘上这个感测电阻 RS 上面的压降。那这时候 Power Mode 它会消耗功率，它的消耗功率是 LED 上面电流乘上你 Power Mode VDS 两端上面的压降。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设计好这个 VDS 值，才不会让 Power Mode 的功率消耗太大。举个例子，假设说我们现在 LED 的电流是1安培，然后 VDS 你设计是2伏特，所以现在 Power Mode 它会消耗2瓦。那当你 VDS 设计变成5伏特的时候，那这时候 Power Mode 就会消耗5瓦。那5瓦呢，它就会浪费掉3瓦。所以一般我们这个 VCC 的选择是要让这个 VDS 维持在1到2伏特。那这样呢 ，Power Mode 它的消耗功率就会比较低，那整体的效率 ，driver 的效率就会拉上去。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个例子啊，假设我们现在要做一个这个电流驱动方式，然后去驱动这个30瓦的 LED， 然后电流调光可以从0安培到1安培，那也就是说我们从很暗几乎暗掉，然后再调到1安培到30瓦的亮度。那这时候我们先来选择 LED 的晶粒。那我们假设说我们选择5瓦的 LED， 那用6个，所以呢，这样就是30瓦，然后用串接的方式。
那5瓦我们选择的净力是1安培，然后5伏特的 LED 的净力。所以呢，这时候你 LED 上面的压降就必须是30瓦、30伏特才能够满足 LED 点亮的亮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电源要设计多少。那 LED 上面需要30伏，然后呢 VDS 我们把它设计在大概2伏，然后这个电流感测器上面压降，我们如果 RS 选0.5欧姆，那这样呢，我们设计出来这个 VCC 大概都是32伏左右。那如果用32伏去算，我们算一下这个驱动效率有多少？那驱动效率就是你的输入效率除上你的输出效率。那我们现在输出30瓦，然后输入是30，再加上你泡沫消耗功率2瓦，然后感测电阻上面有0.5瓦。那另外这个还有一点点的功率消耗是在 IC 里面，就是 OP 的 IC 里面，但是那个消耗功率很小，我们就把它忽略不计。所以呢，这样算出来，这个效率大概是94%左右。那假如说你 VCC 选36的话，那这时候呢，在泡沫上面会消耗5瓦，所以整体的效率就会大幅下降，变成大概掉到84左右。所以呢，这个效率就整整的掉了10%。那这个感测电阻要怎么选择？那一般我们要设计让它效率比较高，这个感测电阻不能太大，所以一般的设计都是在0.几欧姆去做设计。那设计完了以后，一般它都固定起来。那不能用电阻去做调光，因为它太敏感，所以只能够用一个定电阻，小的定电阻去做固定的使用。那假设说我们现在这个感测电阻用0.5欧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调光，要调0安培到1安培，那这时候我们靠改变这个微印去做调光的控制，所以你微印要让它设计在0到0.5，所以这样除上这个0.5欧姆，它就可以产生0到1安培的驱动电流。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Power MOS 的选择。那因为我们要流过去这个 Power MOS 是1安培的电流，所以你必须要用1.5安培以上的这个 Power MOS 才安全。所以1.5大概就是0.5倍，就是它的一个安全系数。那这个是至少的。那当然你可以用2安培、3安培的 Power MOS 都可以。那电压呢？电压大概就是你要大概33伏特，这个整个 LED 的工作 Power MOS 工作才是正常。整体这个 Power MOS 消耗的功率大概就是要3瓦以上，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耗到2瓦，所以你买的 Power MOS 一定要比3瓦还大的 Power MOS。那一般可以选4瓦、5瓦的都可以。那这个是一个整体的电流驱动的一个电路。那左边这个是一个定电流产生的方式，它靠一个 OP， 然后跟一个 MOS M3 去产生一个 I1 的参考电流，然后利用电流径的方式 M1、M2， 然后产生一个电流径流过去 I2， 那 I2 再流到 R2 产生一个压降，然后这个压降再去到这个 VS， 也就是 RS 上面的压降，然后去做不同的电流，去做不同电流的调光。所以如果我们把上面的 M2 把它切成16块，那每一块都用一个电流开关去做控制，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开关去控制 LED 上面的电流。那这张图是总共有16阶的这个电流调光，水平轴就是你的接触，那垂直轴的左边是你的电流值，右边是我们的流敏的值。所以当你这个接触越大的时候，它 LED 上面的电流就会逐渐越大。那几乎是红色那条是电流的曲线，那几乎是成一个线性。那亮度呢，它也会相对越大。但是到第10阶的时候 ，LED 它在电流达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会亮度会比较接近饱和。所以到第10阶以后，这个亮度的增加幅度就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是 LED 的特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做的情况啊。那上面这个是大概是控制在0010的时候，那电流大概是100 mA，也就是大概在第3阶的时候，
那这时候亮度它是比较暗一点。那当到110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到第12阶。那这时候呢，它这个电流可以达到700mA，所以产生的这个 LED 的亮度，它就会相对的是比较亮的。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个定电流引方式的 Multi Driver。那当你要做到比较大的功率的时候，那你可能单一个 channel 是做不到。那你可以用同样的电路，然后再 copy 啊。那左边跟右边这个图呢，其实电路是一样，它把这个不音的地方把它接在一起，所以这个不音关进来，因为两个电路是对称是一样的，所以它 LED 上面的产生的亮度都会随着不音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可以靠这种所谓的并接的方式去增加你的输出功率。假设说一组30瓦不够，那我们可以再并一组变成60瓦。那60瓦不够，可以再并一组变成90瓦，可以利用这样不断的并接的方式去增加我们的输出的 LED 功率。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 PWM 加上定电流引的调光方式。那基本上定电流引的好处是，它是可以产生一个稳定的这个电流到 LED 上面去，但是它的缺点是，假设说你 LED 上面有颜色。那这个颜色它会受到这个电流大小改变而改变。那如果用 PWM 的调光方式，它就不会有这种问题。那 PWM 的宽度不会改变这个 LED 上面这个色彩的这个变化。所以呢，我们靠在正端，我们把它加一个 PWM 信号去，然后去推动我们这个后面这个 LED 驱动。所以这种方式是 PWM 加上定电流引的驱动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说我们现在 PWM 上面最高的准率是 VON on 的时候的准率。那如果你现在 duty cycle 把它开到100%，也就是 high 的地方直接会到 RS 上面去。所以现在 LED 上面的电流都是 VON 除上 RS。那当你 duty 开到60%的时候，你就是 VON 除上 RS， 然后乘上0.6，可是它亮度呢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可以靠 duty cycle 去改变 LED 上面的平均电流，去达到调光的目的。那另外一种这种方式是利用这个 PWM 的的部分去做回收控制。那我们的输入信号在下面，然后接到这个 OP 的正端，然后 OP 的负端是接到感测电阻进来，然后这个 OP 的输出是接到这个另外一组 OP 的负端，然后另外 OP 的正端是接到这个继磁波。所以呢，这个上面这个 OP 它会产生一个脉波信号去推这个 power mode。那当你现在假设都太高的时候，那太高的时候，现在这个电阻上面的这个压降就会太大，所以它回收去把它拉下来。所以它这个种是具有回收方式的一个调光方式，它可以比较精准的去控制你这个 LED 上面的亮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利用电流镜的方式，然后做 multi driver 去驱动 LED。那左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定电流引产生方式，然后再用科勒咪的产生。在右边呢，我们用 M4、M5 呢去再把这个 M3 的科勒把它咪了过来，产生 ILED1 跟 ILED2， 然后上面就可以接 LED。那这种方式基本上，这个 M3、M4、M5 它都要属于同一个准位的这个 mode。如果你 M4、M5 采用 power mode， 那它咪了过来的电流就不对。那当你现在要驱动比较大的电流的时候，那你这个 power mode 可能会放到200倍。那这时候你必须要用 power mode。所以你左边的这个 mode 咪了不过来，因为它差太多，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 OP， 然后再接一个小的 mode， 像这个电路的接法。那这时候呢，它用 OP 去做补偿，然后拉回收过来，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电流把它咪了过来。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用电感做补偿的一个 PWM 的这个控制方式。那这种方式是当你 PWM 通的时候，那电流会经过电感，然后经过抛光二极体，然后到 Power MOS， 然后这时候电感它会做储能的动作。那当你这个 off 的时候 ，PWM off 的时候，这时候电感会产生反电动势，然后会把你刚刚储能在这个电感上面能量经过二极体去做释放。所以呢，它在 off 的时候，它还有提供能量给这个二极体，抛光二极体，所以它基本上这种方式，它的效率会比纯粹没有电感方式还要好。这种方式它整体的控制的架构图，那基本上它输入端会有一个 P 的 MOS 跟 N 的 MOS， 然后去做控制。那下面是做这个调光的这个 MOS。那当正的时候呢，它会从 Vin， 然后经过电感，经过 LED， 然后到下面那个低迷的传接器做调光的二极体下来。那负的时候，它会走下面的 MOS， 那一样会透过二极体，然后走这个低迷那个电极体下来。等于说这个回路是做放电，一个左上面回路是做充电，那左下面回路是做放电。那另外系统里面还用到 Soul Start 软启动，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软启动功能，还有一些这个温度保护的功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软启动。软启动的问题是，当你电源刚开始打上去的时候 ，Power on 的时候，这时候瞬间电路它会产生很大的电流，那这时候你的电路的元件容易烧掉。所以软启动目的是要让你刚启动的时候，让电流慢慢的上升。那这时候呢，你的电路元件比较不容易烧掉。所以我们在设计上的时候会用 PWM 去做控制。刚开始我们启动的时候 ，PWM 会慢慢加大，也就是从10%、20%、30%这样慢慢加大。那加到它启动时间达到之后，才恢复到正常的这个 PWM 回收控制。所以这种 Soul Start 在我们 LED 系统或者是电力系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技术。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Gate Driver， 因为我们输入端会用到 Power MOS， 那 Power MOS 呢，我们必须要用一个 Gate Driver 去推动它。那如果你没有 Gate Driver 这个元件，那 Power MOS 你是推不动。那推不动会造成它相当时间会非常的长。所以我们必须要用 Gate Driver 去产生足够的驱动电流，去驱动这个 Power MOS。那一般我们的这个 power 就驱动的 power 都是用 inverter 啊，那这个 inverter 就是 P 跟 N 做串接，然后输入跟输出成反向，那右图是它的符号，所以我们可以控制这个 inverter 上面的 MOS 的宽高比，然后让它越来越大，你不能一次用的太大，要慢慢的越来越大，可能差4倍啊，就是第一级可能2倍，第二级8倍、32倍、128倍。那当你这个 W 越大的时候呢，这时候你产生这个 ID 就会越大，因为 ID 跟 W 是成正比的关系。所以呢，当你够大的 ID 的时候，你去推后面的这个 Power MOS， 才能够有足够的上升时间跟下降时间。我们接着来评估一下这个上升时间。假设说现在 Power MOS 的输入电容，就是闸极端的输入电容是10000 PF， 然后我们这个 Gate Driver 射出来的电流是100 mA。那这时候呢，它上升时间，它 Q 等于 CV 乘以 I 等于 T， 这个 C 就是电容量 ，V 是我们要充电的电压 ，I 就是要充电的电流，那 T 就是我们的上升时间。所以我们上升时间就可以去估算它，那它大概算出来是500 nanosecond 啊，那也就是5000 nanosecond， 也就是5 microsecond。那如果这个5 microsecond 你觉得太长，那跟你 PWM 没有关系啊。如果你 PWM 频率越高，你这个时间就要越短。那基本上你可以去设计比较大的 driver， 可能产生500或者是1安培的驱动电流。那这个电流越大，那基本上它的上升时间就会相对的越短。那我们做一下今天课程的总结。那我们今天
介绍了这个电流调光的技术，还有 PWM 加电流调光的整个的控制技术，然后 multi channel 就是多轨道的驱动，然后电感补偿的技术，以及这个 gate driver 的设计。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此为止，欢迎各位同学下次再来。